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明杰，欢迎来到乐龄养生。很多人觉得美国移民局天天琢磨的就是怎么把边境墙修得更高，挡住从南边过来的人。错了，朋友们，栏外边的人那是做给部分选民看的戏码，真正要动手清理的是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的那1350万的所谓存量包袱，这才是能缓解财政压力，重新调整人口结构的实际操作。这1350万人都是谁？不只是没有身份的，还包括好几百万拿着绿卡却一直没入籍的，还有那些刚拿到身份还在观察期的新移民。在2026年可能要来的新规则里，你们都被归到了一个名字底下，需要被评估价值的存量。为什么偏偏是2026年？你们看看现在的经济数字就明白了。国债利息压得喘不过气，社保基金眼看着就要见底，中产阶级越来越薄。以前美国富裕的时候，它确实是座灯塔，来者不拒，多养几个人，发点福利，那叫展现气度。但现在呢，地主家也没有多余的粮食了。一个国家开始紧巴巴过日子的时候，他会先让谁离开？肯定不是自家的亲生孩子、公民，也不是那些能不断创造财富的精英、高净值纳税人。他要请走的是那些光吃饭不干活的客人，还有那些脚踩两只船的观望者。这份流传出来的草案核心思路很有意思，他不再重点问你当初是不是合法进入美国，而是开始计算你对美国的净贡献值。这就好比大公司裁员，以前是有编制就招人，现在是看 KPI 搞末位淘汰。不管你来了1年还是10年，只要系统判定你是个负资产，你领的福利多过你交的税，你的名字就可能上清单。我发现咱们不少华人朋友对绿卡那2个英文单词 permanent resident 有很深的误解，尤其是那个 permanent 永久。各位该醒醒了，在美国的法律体系里，只有公民权是受宪法牢牢保护的，绿卡说穿了就是一份长期租约。既然是合同，甲方随时可以因为乙方没有履行条款，或者因为不可抗力而单方面终止它。2026年这个新方案草案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大大扩展了什么叫违约。以前你得杀人放火才会丢绿卡，以后呢，你长期不在美国住算违约，你骗取福利领白卡算违约，你税务不合规偷税漏税算违约，甚至当初担保你的人破产了，你都可能被牵连。这张原本被大家当成护身符的小卡片，到了2026年可能会变成一条随时可能收紧的项圈。还有一个技术上的原因让这次大范围的审查成为可能。以前移民局想查这1000多万人，得累死多少公务员，根本查不过来，所以大家才能混日子。但到了2026年，政府的 AI 审计系统会全面上线，它会把你所有的记录，海关的出入境记录，国税局的报税记录，社保局的记录，还有银行系统的资金数据，全部打通连起来看。我仔细看了那份草案的细节，真的后背发凉，因为它精准打击的恰恰是咱们华人家庭最习惯、最自以为聪明的那几种做法。那些老婆孩子在美国蹲移民监，老公在国内赚钱不报美国税的，那些把绿卡当高级旅游签证，每半年飞回来打卡点个卯的，那些把父母接来养老，却让父母去申请领取政府福利的，你们全都在他的瞄准镜里。2026年，美国不再需要冲人数的移民，它需要的是忠诚的、能持续贡献的纳税人。游戏规则已经彻底变了。如果你还拿着过去的老地图，想在新世界里找路，前面等着你的可能就是悬崖。我不知道听过多少人和我分享他们的保卡秘籍，王明杰，我都问清楚了，法律规定离境不能超过1年，所以我只要每半年飞回来一次，住上1个礼拜，就像上班打卡，绿卡肯定稳。问什么呀？这都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你拿着诺基亚时代的攻略去应对2026年人工智能时代的海关，这不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吗？在2026新草案的逻辑里，时间不再是唯一的标准，意图才是核心。以前海关官员人工看护照上的章确实主要数日子，现在呢，
海关的系统会根据你的飞行轨迹，自动生成一张生活重心热力图。如果系统发现你 90% 的收入来自中国，你的房子、社交圈、看病记录全在中国，你在美国没有工作，没有正经报税，甚至连张本地的会员卡都没有，哪怕你严格守住了半年回来一次的规矩，海关官员的屏幕上也会跳出一个巨大的红色警告：放弃居住权。因为在法律上，绿卡的全称是永久居民，你如果只把它当成进出美国的免费通行证，对不起，这会被视为欺骗美国政府，违背了绿卡背后的契约精神。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可能是2026年春节前，老王拿着绿卡，高高兴兴飞到洛杉矶看老婆孩子。他像往常一样走向海关窗口，心里想着这次住2周就回去。结果官员没有像以前那样盖章放行，而是冷冷地指了指旁边2次检查室。进了房间，官员不会多废话，直接把你过去5年的出入境记录打印出来放在桌上。王先生，数据显示，过去5年你在美国总共只住了180天，平均每年36天，而在中国住了超过1600天。你每次来都是住酒店或短租房，你的家人虽然在这里，但你的经济根基不在这里。根据新法案，我们认为你并没有将美国作为永久居住地。然后，最让人难受的一幕来了，官员会拿出一张表格 I-407， 自愿放弃绿卡申请表。你现在有2个选择：签字，当场放弃绿卡，我给你发一个 B2 旅游签证，让你这次能入境看看家人，以后就以游客身份来；不签字，那我们就走正式司法程序，你的绿卡会被暂时扣留，你需要上移民法庭向法官解释。但我提醒你，根据你的记录，胜诉率几乎是0，而且一旦败诉，你将面临驱逐出境外加10年禁止入境的惩罚。这个时候的老王只有几分钟做决定，一边是如果不签，立刻会被关进拘留中心，还要打一场耗时数年，花费数十万美元且必输的官司；另一边是签了字就能马上获得短暂自由。99%的人在这种崩溃压力下都会选择签字，那一笔签下去10几年的移民路，几十万美元的中介费、申请费瞬间归零。还有更让人无奈的情况，很多空中飞人会跟我说，那我在美国多住些日子，住满一半时间总行了吧？行是行，但你别忘了，美国实行全球征税，一旦你被认定为税务居民，你在国内卖房赚的钱，你的工资收入，你的股票分红，通通都要向美国国税局申报并可能交税，这才是真正的两难局面。你不长住，移民局说你没有居住意图，要收回绿卡；你长住，税务局说你是税务居民，要对你国内的资产收税。对于那些在国内有大量资产的家庭来说，这简直是左右为难，两边挨刀。各位，2026年真的会是一个分水岭，那种脚踩中美两条船，两边好处都想占的日子彻底到头了。国家机器已经开动了2选1的程序，要么你彻底搬来美国，连根拔起，老老实实做纳税人，接受可能的生活水平变化，要么你就干脆放弃绿卡，别再硬撑着了。最糟糕的状态不是没有绿卡，而是拿着绿卡却活成了两国政府眼里都不待见的钻空子的人和逃税嫌疑犯。王明杰，我常说一句话，装穷是华人在美国可能犯下的最高危的错误之一。为什么？因为这不仅仅是贪点小便宜，这是在挑战美国政府的底线，税收体系。在2026年的新政草案里，国税局和移民局之间的数据墙壁会被彻底打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场针对生活水平与申报收入严重不符的移民的生活方式审计就要开始。以前你们觉得没事，是因为国税局人手有限，查不过来。但到了2026年 ，AI 是不用睡觉的，系统会运行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对比，你的资产和日常支出 vs 你申报的年收入。来，咱们粗略算一笔账，你住在尔湾的房子，每年房产税就要5万美元，你的社区物业费每月500，你的2辆好车，保险保养1年1万，
你太太的信用卡每月还款3000，光这些固定开支一年就超过10万美元了。结果呢？你的报税单上写着家庭年收入2万美元，请问剩下的8万美元差额是哪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吗？系统立刻就会触发红色警报，这时候国税局不需要听你解释，可以直接初步定性隐瞒收入或者涉嫌洗钱。很多人会反驳，王明杰，我的钱都是从国内汇过来的，是自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美国管得着吗？天真，真的太天真了。你以为现在中美关系有些摩擦，就不会交换金融数据了？错了，在向富人征税这件事上，全世界政府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到了2026年，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和美国的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的执行会进入更深阶段。你的每一笔大额跨境汇款，只要没有合理解释和相应的税务申报，都会被系统标记为可疑资金。如果这笔钱是你先生在国内赚的，好，他是绿卡持有者吗？如果是，那么全球收入都应申报，补税加罚款，岂不可能就是欠税额的 50%？ 如果这笔钱说是父母赠与，好，超过10万美元你申报了吗？3520表格没填，罚款起步1万美元或者赠与金额的 35%， 这简直成了一个死循环。要么承认税务申报有问题，要么承认资金来源说不清。最可怕的还不是罚款，对于住着豪宅的家庭来说，罚钱可能只是肉疼，真正要命的是身份。2026年新政草案明确提到，严重的税务欺诈行为将被视为涉及道德败坏的犯罪。这是什么概念？一旦你逃税金额超过一定数目，或者被认定存在欺诈意图，就可能构成加重重罪。在移民法里，加重重罪基本上就等于绿卡吊销加强制驱逐加永久或长期禁止再次入境。面对2026年这场针对存量移民的严格筛选，别再幻想既要又要了。现在的核心生存逻辑是，合规可能不赚钱，但不合规一定会让你付出巨大代价。如果你还想保住绿卡，就彻底别再玩半年飞一次的游戏了。海关现在看重的是生活重心，你必须努力营造出或者真正落实我的生活离不开美国的状态。具体该怎么做呢？第一，物理居住是硬道理，最好在2026年之前能有至少连续12个月踏实住在美国的记录，这是洗刷过去跑卡嫌疑最强效的清洁剂。第二，进行资产置换，考虑卖掉国内的一处房产，在美国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哪怕小一点，在海关官员眼里，自住房等于你在这里扎下了根。第三，捆绑社会关系，哪怕你不工作，也要进行税务申报，去考一个美国驾照，并且保持驾照和车辆保险的有效性，加入本地的社区组织、教会、兴趣协会，保留一些参与活动的照片、捐款收据等证据。当海关质疑你时，拿出这一沓实实在在的证据，比你苍白的解释1万句都管用。国税局的镰刀已经举起来了，你是等着它落下，还是主动调整姿势？唯一的稳妥出路是考虑利用自愿披露计划。具体操作是找一位经验丰富的注册会计师，帮你把过去可能漏报的海外资产和收入主动做一次修正申报。在心态上要明白，税从某种角度看就是在这里生活的保护费，别光心疼那几十% 的税款和罚金，交了这笔钱，你的资产就变成了清白的钱，可以光明正大的用来投资、置业，不用担心被冻结或调查。交了这笔钱，你就从税务违规者变成了履行义务的纳税人，你的绿卡安全性会大大提高。记住，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等到钱都解决不了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大麻烦。对于那些已经把父母接来美国，或者正打算接父母来的家庭，一定要谨慎对待 I-864 经济担保书的法律责任。为父母购买一份可靠的商业医疗保险，虽然价格不菲，一个月可能要1-2千美元，但这笔钱是重要的止损单，不能省。它能防止父母万一突发重大疾病时产生天价医疗账单，从而击穿你的家庭财务。考虑设立资产隔离信托，
在你签署 I-864 担保书之前，把自己名下的核心资产，比如房产、重要投资，放入不可撤销信托。万一将来真的发生政府追偿担保债务的情况，政府通常只能动你个人名下的流动资产，很难触及信托内的资产，也要有止损的决策勇气。如果父母确实无法适应美国生活，或者身体状况需要更贴心的照料，送他们回国养老并非不孝。在熟悉的语言环境和文化氛围里，同样的花费可能能请到24小时的护工，他们的晚年生活质量可能更高。别为了所谓的面子或完整体，让全家人都活在巨大的财务风险和心理压力下。讲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听得心情沉重了。有人可能会说，王明杰，你把美国说得这么严苛，那我们还有必要留在这里吗？不如回国算了。问得好，但这其实正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最终真相。今天的美国梦早就不是过去那个来了就能捡到金子的简单版本了。现在的美国是一个高度专业化、高度讲究规则、竞争异常激烈的舞台。它依然欢迎真正的强者，依然奖励脚踏实地、遵守规则的聪明人。但它正在毫不留情地淘汰那些只想投机取巧、左右摇摆、长期消耗社会资源的群体。最后，王明杰就像担心你们走弯路的家里老大哥一样，再给你们画一次重点。记住下面这3条，能帮你和你的家庭走得更稳。第一，绿卡是需要养的，别再当空中飞人了，要么下定决心长期居住，融入这里的生活，要么就理性考虑放弃，想两头占便宜，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两头落空。第二，税是必须老实交的，别在国税局面前耍小聪明，你的实际生活水平必须和你申报的收入大致匹配。依法纳税买平安是普通人在这里最稳妥的生存法则。第三，经济担保要无比谨慎，亲情是亲情，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如果没有足够厚的家底，千万不要轻易去触碰美国像吞金兽一样的医疗和长期照护体系。各位，真正的贫穷有时候不是口袋里没钱，而是脑子里没有危机意识，看不到即将到来的变化。在这场可能影响1000多万人的大调整中，恐怕会有很多人因为信息滞后，因为侥幸心理，成为被处理的对象。只有少数人像现在正在了解这些信息的你一样，提前看到了风浪，赶紧修补自己的屋顶，储备好过冬的粮食。当2026年的雷声真的落下时，别人可能在慌乱失措，而你却可以相对从容地坐在自己家里，守护着你的家人和财富。这就是认知领先的价值，这也是你今天花时间了解这些信息的回报。如果王明杰今天的这番话，哪怕有一句让你有所触动，哪怕有一条建议可能帮你未来规避一个风险，请给我们的乐龄养生频道点个赞，一定要订阅乐龄养生频道，打开更新提醒。最重要的是，把这个内容分享出去，分享给那些可能还在不明就里触碰福利边界的亲戚。你的一个分享，或许就能帮到一个家庭，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财务与家庭危机。如果你已经准备好面对现实，积极调整，如果你想成为能稳妥走到最后的那一批人，请在评论区写下2个字：明白，让我看到你的决心和清醒。我是王明杰，在乐龄养生频道，只和大家分享最真实的生存智慧。咱们下期再见。